2017年那一天，5名芬兰人进入法国一个水下洞穴潜水，其中2人一路游到水下200米的深度，那里是一个落差超过60米的悬崖。他们停了一会儿，准备顺原路返回，可刚上升没多远，就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下方的潜水员就看见同伴从他旁边坠落，他赶快追过去查看情况。大家好，我是神明。今天我们来看一期比较罕见的洞潜事故——法国丰特埃斯特拉马尔事件。埃斯特拉马尔洞位于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海边的一座山脚下，这个洞又叫埃斯特拉马尔泉，是淡水与海水混合的咸水泉。洞口位于一处私人领地上，旁边是一条公路。这个泉看起来非常普通，但下方却隐藏着诞生世界洞潜记录最多的洞穴，比如世界第1和第2的洞潜记录都是在这里创造的。洞穴的前1/3深度变化不大，最深处只有50多米，但在1公里后通道突然向下，后2/3几乎全是悬崖。2024年1月6日，法国潜水员泽维尔一路下潜到了312米，总长度2900米，他创造了新的世界洞潜记录。但312米不是这个洞穴的最大深度，再往下究竟有多深，目前还不清楚。洞里的水温全年恒定在18度左右，大部分能见度都很好，非常适合洞潜。因此，自该洞被发现以来，常年都吸引着大量洞潜爱好者。但人多了，事故也就多了，比如我们今天要聊的。2016年6月初，5名芬兰人来到法国南部，他们计划在该地区多个洞穴进行为期2周的潜水活动。6月9日，轮到了埃斯特拉马尔泉，他们准备花2天时间潜到洞穴200米的深度。5人共分为3个组，因为各个新闻以及调查报告都没有披露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这里就用了化名。第一组是深潜组，共2人，一个叫马尔库，另一个叫帕克。潜入200米的目标主要也是由他俩实现。第2组是支援潜水员，又称安全潜水员，也是2人，我们称之为3号与4号。第3组1人，也就是5号，他将留在岸上协助。第1天潜水的主要工作是往洞内放置减压用的气瓶，也是为第2天的正式潜水做准备。当天第1组最深下潜至160米，第2组到70米，他们共在沿途放置了20个气瓶，可以说准备的也相当充分了。6月10日早上，5人再次来到洞口，准备正式潜水。按照计划，第1组的2人先出发，前往200米的深度。100分钟后，第2组安全潜水员进入，然后在53米处等待。整个潜水过程预计需要10个小时左右。因为深度大、耗时长，所以他们潜水时都将借助水下推进器，又称潜水推进器 DPV。这几人用的都是重型推进器，推进器用2根绳子连在身上。DPV 的结构简单来说是由一个耐压防水外壳、电池、电机和螺旋桨构成。在外面时会觉得很重，但在水下只要操作正确，就能让推进器保持中性浮力，会比较轻松。它可有效增加潜水员在水下的潜水里程，同时减少体力和气体消耗，进而降低潜水员出现高碳酸血症的风险。除此以外，第1组还多带了2套 CCR 以作备用，也就是密闭式循环呼吸器。上午9点，第1组的马尔库与帕克跳入水中，他们沿着南画廊一路下潜。这片区域虽然靠近洞口，但是却如迷宫一般复杂，也是该洞事故率最高的区域。比如南画廊左侧的一条通道内就封闭了一具60多年前的尸体。从南画廊出来以后，通道变成了水平状，也稍微宽阔了一些。因为深度变化不大，能见度又高，2人行进的速度非常快。800-900米后，地形突变，通道开始往下延伸，那里仿佛是一条通往地狱之门的入口。在100米的深度时，空间又变得宽阔平缓，但通道整体依旧是往下。2人找到一处平台，把备用 CCR 放在那里，如果身上的 CCR 出现故障，就可以拿来替换。2人继续往下游，在135米时，通道再次变得陡峭，但落差并不大。164米时，又变成一个约45度的缓坡。他们的最后一组备用气瓶就放在这里。2人很快来到190米处的一个大空间，从192米开始，通道变成了一段落差约60米的陡峭悬崖，也就是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而悬崖中间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水下200米处。他们比原计划的多下潜了几米，停了将近1分钟后，2人决定顺原路返回。这时马尔库在上，帕克在下，可2人刚出发，水中就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帕克发现马尔库从他身边掉了下去。原来马尔库的推进器可能是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水压，也可能是质量问题，外壳突然爆裂，水立刻灌入机身，而失去浮力的推进器变得沉重无比，他拖着马尔库往洞穴深处落去。帕克看到后立刻驾驶推进器追了过去，终于他在214米处抓住了马尔库，然后又用潜水刀帮他割断了推进器的绳子，2人这才停止下坠。但这么一折腾，洞壁上的淤泥也被搅动起来，水中的能见度开始急剧变差，2人突然看不见引绳在哪了。他们一边上升一边伸手寻找着，期间还不幸进入了一条死胡同。幸运的是，最终帕克重新找到了引绳，
可当他回头接马尔库时，发现马尔库被洞里的救引绳给缠住了，他整个人变得恐慌不已。帕克一边劝他冷静，一边帮他割开引绳，但马尔库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和沟通能力。等帕克把绳子全部割开时，马尔库已经完全昏迷。帕克评估后觉得马尔库已经无法施救，于是他开始独自上浮。到130米时，他取出备用气瓶进行首次减压，接着他继续上浮。在53米处，他碰到了等待的3号与4号。帕克告诉他们，马尔库已经死了。之后，3人一边减压一边往出口游去。在南画廊区，帕克开始了长时间的停留减压，4号则游出水面，将情况告诉了5号。5号立即报警求助。法国宪兵队和救援队抵达现场时，帕克依旧在水下减压。下午7点，帕克终于浮出水面，救援队这才知道水下发生了什么。但这时距离马尔库出事已经8个多小时，人肯定已经没了，所以救援也就变成了打捞。警方找来搜寻的人是另一位洞潜大佬马赛潜水员弗雷德里克·斯维钦斯基。6年后，他将在这里超越南非潜水员努诺·戈麦斯，创造308米的世界洞潜纪录。弗雷德里克经过多次搜寻后，终于在水下234米找到了马尔库，同时还发现了他的一些装备。帕克离开后，马尔库又下坠了几十米，最终停在了一处坡道上，但现场并未看见马尔库的推进器，很可能是掉入了洞穴深处。弗雷德里克将马尔库的潜水电脑以及一些较轻的设备带了上去。警方分析了里面的数据后，选择相信帕克的说法。调查报告认为，推进器爆裂进水以及引绳缠绕，导致马尔库出现了恐慌情绪，他的呼吸频率越来越快，呼出的二氧化碳就超出了 CCR 的过滤上限，导致马尔库出现了高碳酸血症。接着他就陷入昏迷，最终窒息身亡。这是一起意外事故。至于那台水下推进器是什么品牌，又为什么会发生爆裂，警方没有给出说明。现在事故原因基本确定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马尔库的遗体打捞上来呢？毕竟找到和捞上来完全是两码事，他们的难度和危险性有着天壤之别。看过韩挺那期视频的朋友应该都明白，而马尔库所在的深度还是韩挺的2倍，所以法国警方评估后决定把马尔库的遗体永远留在那里。这个洞穴封存的尸体又多了一具。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幸存者帕克。国外一个潜水论坛曾有人爆料说，这个帕克其实叫帕特里克·格洛尼亚·维斯特他又是谁呢？我之前讲过一期叫挪威普鲁拉洞穴事件，发生于2014年，这个帕特里克就是其中的主角之一。为了验证这点，我去查了一番，结果还真有发现。首先呢，挪威普鲁拉洞救援的主力，同时也是芬兰人萨米·帕卡里宁，在2017年6月13日，也就是马尔库出事3天后发了个声明，说我没有死。他为啥要这么说呢？原来有人发现弗雷德里克打捞上来的马尔库的潜水装备竟然写着萨米的名字，所以当时很多人以为马尔库就是萨米其实并不是。萨米解释说那套装备是他借给马尔库的，而他这个辟谣也变相告诉了大家，遇难者是萨米圈子里的人，也肯定跟同属于这个圈子的帕特里克很熟。出事时萨米确实没有在法国，但帕特里克在。他发的贴文显示，那2天他正好在这个洞穴附近潜水。评论里甚至还有人问他这就是那个会爆炸的推进器吗？种种迹象表明，帕克是帕特里克的说法可信度极高如果是真的，那帕特里克就在短短4年内亲眼目睹了4名前辈的遇难过程平均1年一个。至于遇难的马尔库是谁，很有可能就藏在他们拍的纪录片《潜入未知之地》中这些人都是洞潜圈大神级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保证绝对的安全。所以不管你是潜水小白还是洞潜高手，都应该对洞穴保持敬畏之心。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